学习果实能力者莫奈堵住了平安屋的后门，用暴风雪袭击众人。看着大家被自己的能力所惊讶到，莫奈得意一笑，但他还不知道他马上就要哭了。路飞之前和罗宾说了悄悄话，让罗宾帮助他找到海螺石手铐，但罗宾决定留在平安屋阻止孩子们，将船长的任务转交给了乌索普和布鲁克。警卫们跟着布鲁克一块跑了，他要找到自己的儿子桃之助。三人在研究所中漫无目的的奔跑一阵，决定分开行动。乌索普去找海螺石手铐，警卫们和布鲁克去找桃之助。勋爵莫奈仗着自己能刮暴风雪还能飞，十分嚣张，不仅虐待小孩，而且还用凶器刺伤了罗宾。这下索隆可坐不住了，上前用刀拦住莫奈。莫奈还嘲讽着笑了笑。索隆面露凶光，自然系是吧？你很拽是吗？我来对付你。几分钟之后，莫奈就要笑着进来，哭着出去了。黑头发小女孩抱着有毒的糖果从后门逃出了饼干屋，一大群暴走的孩子在后面穷追不舍，他们一个个暴躁愤怒，一边追着黑头发小女孩，一边责骂她一个人独吞糖果。黑头发小女孩相信乔巴的话，她知道这些糖果有毒，绝对不能给伙伴吃。当初大家刚刚来到岛上的时候，每个人看上去又健康又和善，他们想念父母家人，就在一起互相鼓励，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经过凯撒的治疗之后，现在大家都变成了暴躁易怒、毒药上瘾的样子。索隆本来没想和莫奈真枪实弹的较量，这种小角色让他几招拖住他就可以了。但是莫奈不知死活，直接冲向娜美，他低估了索隆见闻色霸气，索隆一个箭步追过去，在莫奈从雪地里突袭娜美之前，用双刀将莫奈拦住。娜美拿出一节天猴棒，利用高温气泡戳上了莫奈的翅膀，莫奈潜入雪中摆脱掉了索隆，然后用雪将后门封死。接着莫奈变成一个恐怖的雪女，从雪地中窜出来，张开血盆大口对准娜美的脑袋咬下去。罗宾立马变出大手，一巴掌击碎了莫奈的雪分身。莫奈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同伴，索隆忍无可忍啊，他砍碎了后门堆积起来的雪，让娜美三人先行离开，自己留下来单挑莫奈。地洞的 SAD 制造室，斯莫格看着一个个大罐子里面的不明液体，陷入沉思。这个房间看起来很不妙。威尔哥直接告诉斯莫格，关你屁事儿。斯莫格想到那些这屋海军的部下们，那些人跟随威尔哥的时间很长，一直坚信着威尔哥是一个正义正直的人。如果让那些人知道威尔哥的真实面目，想必他们一定会非常难过。你小子不会是担心这屋那些渣仔吧？威尔哥冷哼一声，身为基地长，自己怎么处置他们都不过分。斯莫格拔出石手冲上前，威尔哥操起竹子扛了下来。斯莫格化成烟躲开威尔哥的攻击，接着用武装色一拳将威尔哥打倒。斯莫格扶持着威尔哥，冷冷地说，虽然你是基地长，但是你离开后，这屋就由我这个队长负责，绝对不许你对我的部下出手。但威尔哥的武装色霸气远远凌驾在斯莫格之上。斯莫格虽然利用了自己的烟雾果实能力，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威尔哥被斯莫格打倒后，明显毛事没有，拍拍灰就能站起来，面无表情。另一边，山治和达斯基带着这屋的海军们跑进了 B 洞，由于刚刚小火龙在这里大闹特闹，导致这里一片火海。一声巨响，有油罐发生爆炸，炸裂了 B 洞的围墙，紫色的毒气顺着裂缝渗透到了 B 洞中。山治立刻指挥大家逃命，有的海军腿脚慢了，被卷入毒气中变成石灰人。山治让达斯基带着一部分海军先跑，自己则跑到海军的后方，帮助那些跑不动的海军逃命。哪个跑不动了，山治直接上去就是一脚，将海军一脚踢到前面去。海军惨叫道：“没被毒气毒死，先被踢死了。”山治怒吼：“想活命救小鬼的，给我冲！”凯撒通过监控器看到 B 洞充斥着毒气，十分兴奋，命令手下封锁 C 和 D 洞，把所有人赶去2洞等死。目前自己所在的位置是2洞的2楼，凯撒打算将所有闯入研究所的人赶到2洞1楼，封锁房间各个通道，然后他通过排风口将外面的毒气引到2洞1楼的房间，这样就可以不声不响的将草帽一伙等不速之客给干掉了。那时自己在准备引向电话虫，继续向黑暗世界直播展示死亡国度的杀戮效果。莫奈一划了翅膀，一巴掌劈过去，索隆轻松接了下来。这时山治黑虎海军们闯进饼干屋，莫奈又变成了一个凶恶恐怖的雪女，扑向海军们。自然系的莫奈在暴风雪的饼干屋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海军们愣神功夫，他张开血盆大口，而达斯基突然跳出来，一刀斩伤了莫奈的翅膀，是霸气。达斯基命令手下们赶快去追孩子们，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单挑莫奈。海军和山治先行离开，这时大家已经打成一片，好像多年的战友似的亲密无比。海军问山治，为什么刚刚他们被雪女攻击的时候没有去救他们？山治道：“我是绝对不会替任何女人的，如果是性命攸关呢？”山治也毫不犹豫地说：“那就选择去死。”另一边的索隆很不耐烦，驱逐达斯基赶紧走。达斯基十分倔强，根本不听索隆的话。
索隆用秋水指着达斯奇的喉咙，那身为海贼的我只好在这里砍了你了。达斯奇面不改色，直言道：“你做不到，既不会砍我，你也不会砍那个女人。”经过2年的蜕变，达斯奇不论是从战斗、胆识还是实力，都有了许多提高。尤其是他比2年前更加成熟，更加照顾大局。达斯奇知道索隆不会下手去砍莫奈，把女人当弱者，在战斗中放水的索隆虽然不会输给莫奈，但是也不会赢。所以达斯奇才决定留下来，帮助索隆对付莫奈。如果让莫奈去追杀自己的部下，会死伤惨重的。索隆质问道：“你是在小瞧我吗？”达斯奇干脆的回答：“是的。”索隆干脆把刀一收，守在饼干屋的后门。反正他的任务也是守在这里，不让莫奈去追伙伴们，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也就不用管了。不过莫奈对2人可是起了杀心的。莫奈化成雪女，血盆大口，锋利无比，力道奇大，狠狠地咬向达斯奇。达斯奇将刀一横，勉强挡住了莫奈的攻击。莫奈现在已经知道索隆不会砍自己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杀戮了。对付达斯奇，莫奈还是很有把握的。虽然达斯奇会霸气，但只要不让他跟上自己的速度就可以了。莫奈高速移动，一把抓上了达斯奇的肩膀，接着他又卷起暴风雪，趁着达斯奇出于防范，一口咬住了他的肩膀，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刺进肌肉。就这样用力的话，很快就能将达斯奇的肩膀咬断。达斯奇痛苦地尖叫起来。突然一阵刀锋袭来，将莫奈的眼角割开一个伤口。暴风雪中，索隆提着刀慢慢走过来，无奈地说：“吹了那么多牛，却还是这么菜。”面对气势汹的索隆，莫奈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畏惧了，感觉浑身上下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他是雪果实，根本不会对暴风雪感觉寒冷，那么这种寒冷刺骨的感觉从何而来？索隆脸上挂着邪邪的笑容，提着秋水一步步逼近莫奈。当你发现打不过我的时候，你就应该逃走了。虽然我也有不想砍的东西，但是你见过绝对不咬人的猛兽吗？莫奈吓得浑身发抖，双腿再也无力迈出一步，眼睁睁地看着索隆向自己奔来，一刀流。索隆一刀下去，莫奈被直接劈成2半，但是索隆还是手下留情了。这一刀砍下去，没有用上霸气。莫奈虽然被砍成2半，但是并没有伤及生命，只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这个惊吓就差点给莫奈吓死。面对压倒性实力的对手，莫奈恐慌的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从元素化中恢复过来，说话都是哆哆嗦嗦。索隆很酷的收了秋水，转身离去。莫奈一咬牙冲了过去，利用手中的冰铲刺向索隆。达斯奇上前用霸气补了一刀，彻底将莫奈打败。对于索隆，达斯奇是心服口服的。草帽团消失的这2年，全团成员的实力更加强劲，只能用恐怖2字形容了。达斯奇佩服之余流血过多，晕了过去。索隆将达斯奇扛在肩上，带着他逃出饼干屋。饼干屋后面的长廊里，罗宾3人拼尽全力阻止暴走的孩子们。乔巴拖着伤痕累累的尸体，给那些被抓住的孩子们打上镇静剂，使孩子们暂时从暴走中恢复理智。其他的孩子摆脱罗宾和乔巴，向黑头发小女孩追过去。娜美掏出天后棒挡在路中，却被巨大化小孩一拳撂倒。跑了一圈又一圈的黑头发小女孩实在跑不动了，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其他小孩一下子追上来，围着小女孩抢劫糖果。小女孩支撑不住，为了不让大家将有毒的糖果吃下去，她自己将所有的糖果塞进嘴里。如果继续吃有毒的糖果，大家都会死，谁也回不了家。如果是这样，那就让我一个人死在这里吧，换大家回家去吧。黑发小女孩吐出一口鲜血，痛苦地倒在地上。其他孩子也都震惊了，为什么吃了好吃的糖果会吐血？乔巴哭着跑过来，告诉大家真相。为了救大家，小女孩一个人承受了糖果的毒性，牺牲了自己。乔巴打算优先救助小女孩，但是其他孩子急需镇静剂，冷静下来。这时，山治和一大群海军赶到，将孩子们死死摁住。乔巴将镇静剂分给海军医疗班的人，自己则和另一部分海军还是众多的小女孩去找其他安静的地方进行救治。大家分开行动，孩子们很快就平息了暴动。C 栋，路飞通过一个径直向下的通道掉进了又深又黑的垃圾场里，他从一片废墟中爬了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吃饭，他到处翻找，希望能从一堆破铜烂铁中找到食物。结果惊动了垃圾场的另一个生物，一条粉色的小龙。与之前的龙不一样的是，这条龙会说话，而且看上去很通情达理。路飞看着小龙直流口水，这条鳗鱼居然会说话。小龙说着一口流利的和这国武士的方言，他告诉路飞自己叫陶之助，是一个武士，已经10天没吃饭了。路飞介绍自己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陶之助听到海贼2字，脸上露出十分惊恐的表情，随即就长舒一口气。海贼都是那些凶神恶煞的大男人，眼前的这个小孩不可能是海贼。路飞一直以来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吃会说话的动物。本来想把小龙当点心，现在路飞也没这个心情了，一心想着怎么出去。陶之助看路飞不像坏人，在一边喋喋不休地向路飞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原本是一个人类，和那些孩子们一样被凯撒拐骗到了这里。由于天生武士的傲气，加上对周围人不信任，
桃之助拒绝接受所有人给他的食物，饿得极了，桃之助逃出饼干屋出去找吃的。误入了一个房间中，吃了凯撒的一枚人造恶魔果实后，变成了一条小粉龙。现在桃之助只想逃出这里，出去后将关于凯撒的真相告诉那些饼干屋的孩子们。路飞听完桃之助的话，义愤填膺，恨得咬紧牙根。这个凯撒实在是个当之无愧的恶棍，不用自己的拳头将他揍翻在地，无法平息心中的怒火。路飞认真的告诉桃之助，自己的伙伴们会救出孩子的，不用担心。现在二人要想办法爬出去。桃之助答应一声，突然晕倒在地。迷迷糊糊中，桃之助看到一张恐怖的脸，多弗朗明哥。桃之助吓了一跳，从脚下生出了很多的云朵，他脚踩云朵向外面飞去。路飞虽然搞不懂状况，但是还是一把抓住桃之助，随着他一起逃到了外面。桃之助飞着飞着，由于太过饥饿，浑身无力，实在是飞不动，头一歪向下栽去。路飞一手抓着桃之助，一手抓住管道的缝隙，勉强撑住了二人。然后他将桃之助缠在自己身上，一拳一拳在管道内壁上锤出凹陷缺口，就这样一步一步向上面攀登上去。你等着，凯撒，出去了就揍飞你！塞动垃圾桶，一声巨响招来了卫兵们。烟雾中，卫兵们看到一个身影缓缓走出，大家想也没想，直接举枪。路飞使用霸王色霸气震晕了卫兵，只留下一个家伙神志清醒。路飞一把薅住卫兵的衣服，凯撒在哪儿？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